栖霞寺的多数香客来到之后，都直奔大雄宝殿与毗卢宝殿。他们会在这里上香叩首之后，再去其他殿前上香祈祷。萧初然与孙萌萌一起进来，他一时间也不知该往哪里走才合适。不过身边的孙萌萌似乎很有主意，直接指着正殿一侧的通道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萧总，咱们既然是来寻找机缘的，那就肯定不能跟着大部队走，咱们得躲开大部队。机缘，肯定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。”萧初然摇头轻笑：“行吧，反正你是什么神仙都卖，肯定比我有经验，就听你的，你在前面带路。”孙萌萌连连点头，挽着萧初然便向深处走去，一路七拐八拐的来到无量殿的门口。闭殿的告示牌已经被僧人拿走，孙萌萌指着无量殿，对萧初然说道：“萧总，咱们先去这里碰碰运气。”萧初然有些疑惑地问：“萌萌，栖霞寺有那么多大殿，咱们也不能一间间的是吧？”孙萌萌笑着说：“先试试看嘛，万一咱们运气好，一下就是对了呢。”萧初然无奈，只能答应下来道：“行吧，都随你，不过咱们最迟8点半就得回去了，9点钟还要上班呢。”好，孙萌萌挥着拳头，信心满满的表示：“萧总放心，时间肯定足够了。”两人小心地来到无量殿前，萧初然在殿门外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其他殿门口都有僧人，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会不会是废弃的地方啊？里面肯定没人的。”孙萌萌宽慰他：“有人没人，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这里是寺庙，有神明保佑的，不用担心。”说完，他便已经先迈步进去。萧初然没办法，也只能跟在他身后。无量殿相对破败，也没留什么给信众供奉香火的鼎炉，看起来确实有些像是废弃的遗址。不过孙萌萌自然清楚，景清法师此刻就在殿中，于是他便一马当先进去，然后又回身拉了萧初然一把。两人进了无量殿，孙萌萌便直接开口问：“请问有人吗？”萧初然见殿内空空如也，便说：“这里怎么会有人呢？一看就是空着的好不好？”说完，有些紧张的低声道：“我感觉这里还挺瘆得慌呢，要不咱们先出去吧。”孙萌萌还没说话，便听殿后有人不疾不徐地开口：“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”萧初然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殿后竟然走出一位看着还挺年轻的中年和尚。来之前他也做了功课，看到过网络上一些关于景清法师的报道，也看到过景清法师做法事时的照片，所以便一下认出对方。孙萌萌此时惊喜地说：“呀，真的是景清法师！景清法师您好，我们是来找您求赐护身符的。”景清微微点头，淡然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两位与贫僧也算有缘，既然是求护身符，那贫僧想问一问，二位想给什么人求护身符？”孙萌萌说：“我想给父母求护身符。”萧初然等他说完才道：“我也是父母，还有我的老公。”景清微微颔首，又问：“那两位施主谁先来呢？”贫僧做的护身符需要了解一下被保佑之人的姓名以及生辰八字。孙萌萌立刻说道：“萧总你先来吧。”萧初然赶紧摆手说：“不，还是你先来吧，毕竟是你先提议的。”“哎呀，不要紧的。”孙萌萌笑着摆摆手，直接说：“我去门外等着，萧总你先。”说完也不等萧初然回应，人就已经转身走了出去。萧初然有些紧张，毕竟留在这里与一位和尚独处，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。不过景清面相慈眉善目，看着倒不让人担忧，于是他便调整了一下呼吸和心态，开口道：“法师，我知道我父母和我老公的生日，但是不知道他们具体的出生时间，所以他们的生辰八字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换算。”“不要紧的。”景清法师微笑道：“施主可以先说姓名和大概的出生日期，贫僧可以算个大概。”萧初然点点头，问：“那我应该先说谁的呢？”景清道：“先从父母开始吧，然后是你的丈夫。”“好。”萧初然先是将自己父母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一一告诉景清法师，
景清掐着手指盘算片刻，微笑道：“这二位的生辰八字虽然有些坎坷，但整体看来还是大富大贵且能长命百岁的。”真的啊？萧初然惊喜不已。大富大贵，长命百岁，人一辈子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？如果景清法师说的是真的，那自己完全不用为父母担心了。景清也并非胡编乱造，无论是萧长坤还是马兰，前半辈子虽然过得多有坎坷，但是自从叶晨摆脱了龙困浅滩的命局之后，两人的生活都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大富大贵自然是少不了的，而且叶晨神通广大，又有各种能够延年益寿的丹药，他自然能保证萧初然的父母长命百岁。萧初然这时又赶紧说：“那辛苦法师帮我老公也看一下吧。”景清轻轻呼出一口气，微笑道：“施主请告知贫僧你老公的名字与出生日期。”萧初然立刻报上叶晨的资料。景清闭上眼睛，指尖掐捏片刻，眉头逐渐紧锁。萧初然见他皱起眉头，心情也立刻跟着紧张起来，赶紧追问：“法师，我老公的生辰八字是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景清睁开眼睛看着萧初然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倒是问他：“施主，你丈夫身上有没有什么让你无法理解或者始终存疑的事情？”萧初然惊讶地问：“法师您这么问是什么意思？”景清认真道：“就是字面意思。你和你老公相处的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有没有发现他身上哪些事情是你无法理解的，或者始终心存怀疑的？”萧初然一时有些犹豫，要说关于叶晨自己心存怀疑的事情，那可太多了。可是很多事情虽然感觉匪夷所思，可是又总能有一个逻辑自洽的说法。就像他从最开始的时候就不明白，自己那个结婚前3年，除了买菜做饭洗衣服之外，其他什么特长都看不出来的老公，忽然有一天摇身一变，就成了整个金陵有钱人趋之若鹜的风水大师。自己也有问过他原因，可他的回答就是自学成才，再加上口才好，会忽悠，所以深得那些有钱人的信赖。还有一件事也是他很早就心存疑虑的，叶晨在结婚的前3年一直都是一种逆来顺受的状态，从不与任何人有任何争执，而且他看起来弱不禁风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可是身手却忽然间好得出奇。当初2个杀手要杀董若琳的时候，自己全程看着老公把那2人制服，可他自己的说法竟然是跟电视学的，而且连电视节目都说得有板有眼，好像叫什么武林风。萧初然从来不关注这种电视节目，不过他对这档早期的武术类节目倒是有过耳闻。可是看电视自学真的就能变成高手吗？他想不通，也不敢推测叶晨究竟是不是骗自己。以前他总是叮嘱自己不要胡乱猜忌自己的伴侣，即便有些事情他不愿意告诉自己原委，自己也应该尊重他的隐私，不要刨根问底一探究竟。可是现如今景清法师忽然问出这样的话来，就让他埋藏心底的满腹疑惑仿佛忽然间被激活了一般。景清这时还在引导他，淡然道：“施主若是能说出心中疑虑，贫僧应该能够更好的为你分析解答以及开光相应的护身符。不过施主如果觉得不便透露，倒也无妨。”萧初然下意识地问他：“法师真能为我解答心中疑惑吗？”景清微笑点头：“施主放心，今日你有任何疑惑，贫僧都能为你解开，或许不是通过贫僧之口，但也一定能让施主拨开迷雾，见月明。”